你们二人聋了吗？听不到朕的话了？是，母皇。母皇，您为何要将皇位传给我？不传给你，难道传给苏建和苏超吗？你才是朕的亲生女儿。可我是女子，娘不也是女子？而且你四弟极有可能就是他们害死的。这娘还能压制他们？娘要尽快为你培植势力，以后你才能制衡那二人以及文武百官。好吧。娘知道你刚清醒，就要面对复杂的朝局，令你措手不及。但是你是娘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最信任的人。娘虽是一国之君，但娘也需要依靠。女儿明白，女儿不会推辞。女儿，这一年苦了你了。娘已经让小兰去捉拿那个诓骗伤害你的流民，相信他的头颅很快就会呈上来。诓骗伤害我的流民？对，就是那个一直把你控制在身边的畜生。女儿，你怎么了？是那个家伙对你的伤害太大，令你光是想起来就头痛了吗？现在没事了，娘在，娘在啊！不要伤他性命，娘，你不能伤他性命。为何？因为我刚走丢时差点遇险，是他救了我，是我主动跟在他身边，他也并没有利用我，更没有伤害过我，只是一次次的抛弃我。啊！完了，哑巴！速去找到小兰，一定要留下此人性命。慢着，为何不避？因为活着没意思。从未见过如此坦然面对死亡的人。一个普通流民会有这样的心智？你知不知道为何要杀你？没兴趣知道，动手吧，磨叽什么？你没兴趣知道，但我得告诉你，你伤害利用三公主殿下，是当今圣上要将你就地处死。圣上亲赐，你也算死得轰轰烈烈了。我伤害什么三公主殿下？皇帝要杀我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死都不怕，却不敢承认。来人，把他绑起来，别让他轻易断气，挂够他1000刀，再削去首级。拜托，你们说清楚再弄死我行吗？我什么时候伤害三公主了？我他妈都不认识什么三公主。你不认识？你要认识，借你100个胆子。你敢对三公主动手吗？我怀疑你们搞错人了。我虽然想死，但我可不想做别人的替死鬼。哼，刚才不是挺豁达的吗？现在紧张起来了，动手！慢着。老天爷！我上辈子在现代已经走完了一生，了无遗憾。你却让我在临死前穿越到了这大梁国，当个叫花子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哥，这是我的馒头。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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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是，欺负我弟弟！弟弟，吃，快吃！1年了，整整1年了，我甩掉你18次，你每次都能找到我，你可真厉害。我不会丢下弟弟，弟弟去哪儿我都能找到你，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，不分开。我服了，我说了多少遍我不是你弟弟。不，你就是。这样，咱们就这个馒头1人1半，分开各走各路，以后不许缠着我了，听到没？我不要馒头，我要弟弟。哎呀，行了，吃吧，1人1半。我不走。哟，刚好要一缺个名额，把他抓到矿场上去挖煤。哼，都快1年了，还没有若雪的消息吗？启禀陛下，属下已寻遍大梁9州，依旧没有三公主的消息。臣以为……住口！母皇息怒，母皇息怒。当初四儿与若雪溜出皇宫玩耍，岂料四儿落水身亡。若雪不愿接受事实，多次逃出宫寻找小四。你们说，
他一个痴儿，走在这世间，得受多少苦难啊！陛下，微臣这去再寻一番。母皇，三妹吉人自有天相，她会毫发无损的回来的。是的，母皇，眼下北燕30万大军已南下我大梁边境，此乃当务之急。哼，燕北数次扰我边疆，正当我大梁不敢一战。陛下，如今多事之秋，微臣斗胆进谏，您恐怕要考虑储君之事了。挖矿！我操！这个时代10个去挖矿，8个都得挂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那个女叫花子不拿吗？女人的力气太小，到矿上也是浪费粮食。放开我弟弟！弟弟别怕，姐姐就来救你。大人，求你们别打他，他只是一个傻子！快住手！我跟你们走！不要！傻子！弟弟，别怕，姐姐在。不会是晕倒了吧？妈的，臭叫花子，竟敢咬我！他妈还你为了你！不会死了吧？呸！死了活该。走，送这个家伙去矿上换钱要紧。对不起，弟弟，弟弟，你别丢下我，我好害怕。弟弟，你在哪？傻，姐姐别怕，我在这儿。你为什么一直要走？你为什么不肯留在我身边？你不要走好吗？你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。不哭，不怕，我不会走，我不会再丢下你的，我发誓。在这个世界，在乎我的恐怕只有你这个傻子了。以后，你就由我来照顾吧。哟，这妞虽然满是污垢，她长得还不错呀。看她身上的首饰也挺值钱，上去探探。嘿嘿嘿，姑娘，你一个人去哪儿啊？我要找我弟弟，你们见过我弟弟吗？见过，见过。来来来，跟我们走，我们带你去见弟弟。好啊，好啊。咱哥俩的运气真不错呀！啊，对呀，这妞极品啊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两个骗子！老黑，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弟弟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我操，谁是你弟弟啊？放手，放手，女疯子，放手！姐姐找你好久好久。弟弟答应我，要跟姐姐一辈子都在一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辈子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完了，这是重创后发烧，得吃药才行，不然有性命之忧。唉，这点钱想买药太难了，得出去想办法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出去买药，马上回来。弟弟不要走，你为什么要丢下我？掌柜，这些药材抓2副要多少钱？哎呦，先生啊，您这些药材
可每一样都贵着呢，没200-300两下不来台。咱店概不赊账，您带钱了吗？200-300两是吗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帮我抓好，我等下就来取。钱，到哪儿找钱呢？诸位，又是1年1度国子监出题日，若能答对一题，赏银100两，并取得入国子监读书的考试资格；若能答对2题，则赏银200两，更是能免去考试，直接成为国子监学生。敢问王博士，若能答对3题呢？3题，每年能答对1题者已经寥寥无几，一连3题的更是从未出现过。若能一口气答对3题，赏金100两。拜见祭酒大人。而且本祭酒亲自向陛下举荐，推他入朝为官。哎，有钱赚了！我的女儿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你失踪不说，外族虎视眈眈，你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更是已经羽翼丰满，窥伺皇位，大臣们又各怀鬼胎，娘亲真的快撑不住了。陛下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微臣找到三公主了。啊？什么？我的女儿，你这1年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得吃多少苦头，才落得如此样子？回禀陛下，微臣是在一间破庙内找到三公主的，当时她发着高烧，还受了重伤。陛下，三殿下的伤情已经稳固，暂时没有性命之忧，随时都可能醒来。恭喜陛下，终于寻回爱女。到底是谁狗胆伤了朕的女儿？朕要将她碎尸万段，给朕查！属下查到三殿下在外流浪时，一直什么？一直和一个男性流民在一起，恐怕他就是罪魁祸首。哼，既然有目标，那你还不给我拿来？微臣已经派人全城搜捕，相信很快就能抓到。一旦找到这个畜生，给朕千刀万剐，砍下头颅，悬于城墙。还请祭酒大人宣布第1题。听好了，第1题，本官最近得知，在这京城之中，至少有2人的头发根数是相同的。请问大家，本官是如何得知的？你们有1炷香思考时间。祭酒大人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在京城找出2人头发根数是相同人？每个人头发有多有少，而且数量庞大，怎么可能找得到2个头发数量相同的？原来这么简单，我知道了。啊，秦公子知道答案了，那为何不答？不急，我得等人先答出来听听，再验证我的说法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祭酒大人花了很长时间找了一堆人，一根根数了之后做比较后得知的。我找一堆人一根根数，你觉得我有那么闲？那莫非是这2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胞胎？双胞胎的头发也不一定根数相同啊。恐怕只有等秦公子作答了。我正有此意。我知道。哪来的叫花子？好臭啊！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区区一个小叫花子还想来答题？赶紧滚蛋！哎，有规定叫花子就不能答题吗？这倒没有。这个小叫花子很有自信嘛，秦公子不怕他抢了你的风头？笑话，一个叫花子如何答得出来？反正还剩点时间，让他闹点笑话。笑话？哼，听好了，找出2个头发相同的很简单，去流民街看看，那里的流民
大多数逃生世子苦不堪言，他们将头发剃得尽可能光，一根不剩，所以在那里，头发数量相同的人一抓一大把。原来如此，是光头啊！对呀，光头的头发数量就是相同的。小叫花子厉害呀！答案是否和秦公子一样？哼，让他抢先一步。不过无所谓，还有2题。答得不错，赏。别浪费时间，说第2题吧。只有答完第2题，我才有足够的钱抓药。你已经答对1题，赚了赏钱。你知不知道继续答题有个规矩？什么规矩？那就是若答对1题的人继续参加下一题，答对了赏银翻倍，若答错，你刚才得到的赏银则全部没收。小叫花子，赚钱不易，得了赏钱，建议你去置办点衣物，吃顿饱饭吧。无需你操心，请出题。哼，良言难劝该死鬼，等下答不上来，输了赏钱别哭。一个小小叫花子尚有这样的气魄，不错不错，诸位听好了，老夫这就说第2题。玲珑县有个有钱的李员外，膝下有大郎、二郎2个儿子，2个儿子都非常擅长骑术。大郎的马叫做赤兔，二郎的马叫追月，都是速度见长的良驹。而时过境迁，李员外年事渐高，为了选出自己的继承人，便让2兄弟牵着赤兔和追月来到赛马场。李员外说：“大郎、二郎，你们2个骑马围马场跑一圈，谁的马先跑完，谁就输；谁后跑完，谁就赢。赢的那个将继承家产。”输的那个便要分家而出。跑得快的还说，难道比谁跑得慢？这怎么分出胜负啊？哎呀，所以比赛开始后，赤兔和追月就在大郎、二郎的控制下原地踏步，1寸都舍不得往前挪，生怕自己跑得比对方快。结果半天过去，2人还在原地。别说半天了，估计一辈子都分不出先后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他们2兄弟在这种情况下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以最短的时间分出胜负呢？请诸位认真思考，答题。秦公子可有想法？这似乎有点难，容我斟酌1二。简单，我知道。我知道怎么让大郎和二郎分出输赢。哦，你确定？哼，当然。但本官劝你想清楚再答，若答错，本官可是要收回先前赏银的。大人，他不知道见好就收，就让他答吗？我也很好奇，到底要如何才能分出输赢？听好了，大郎和二郎若想分出输赢，其实不难。大郎骑的马是赤兔，二郎骑的马是追月。只要让大郎骑二郎的追月，二郎骑大郎的赤兔，便能很快分出胜负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可以啊，年轻人，你答对了，赏。他们换了马，怎么就分出胜负了？很简单，因为规矩是谁的马跑得快谁输。大郎和二郎骑了对方的马，肯定希望对方输，所以2人一旦换马，便会以最快速度冲刺。原来如此啊！小叫花子厉害，羡慕他可以直接入围国子监读书了，未来科举上榜是早晚的事情。年轻人，你现在已经有了到国子监入选的资格，这是天赐良缘，你别着急走。没兴趣。此子聪慧过人，思路清晰，若能收到父亲麾下，必有大用。我回来了，我抓到药了。
人呢？你跑去哪儿了？别吓我！别躲了，快出来啊！我回来了！你出来啊！你出来啊！你不是一直要黏着我吗？你快出来啊！我错了，你别躲了，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。就是他！终于找到你了，给我杀！母皇，要不您下去歇息一下，有太医和宫女照看。如果您不放心，由武皇二弟亲自守着三妹。对，母皇，龙体要紧，您还有诸多国务要处置。若您倒下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不，我已经失去三儿整整1年，我是片刻都不想与他分开。爹爹，爹爹，不要走！女儿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可把娘担心坏了。母皇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娘找你找得好辛苦，你不要再逃走了好吗？四儿她不在外面，你找不到的。太好了，三妹终于醒了，老天保佑！我不逃走了。女儿我知道四儿早就已经死了，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他。你的头脑，我的脑子现在很清楚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。母皇，我已经不傻了。你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苏建、苏超，你二人立刻前去昭告天下，朕的女儿回来了。今日册封苏若雪少帝为我大梁储君。你们二人聋了吗？听不到朕的话了？是，母皇。母皇，您为何要将皇位传给我？不传给你，难道传给苏建和苏超吗？你才是朕的亲生女儿。可我是女子。娘不也是女子，而且你四弟极有可能就是他们害死的。趁娘还能压制他们，娘要尽快为你培植势力，以后你才能制衡那二人以及文武百官。好吧，娘知道你刚清醒就要面对复杂的朝局，令你措手不及。但是你是娘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最信任的人。娘虽是一国之君，但娘也需要依靠。女儿明白，女儿不会推辞。女儿，这1年苦了你了。娘已经让萧兰去捉拿那个诓骗伤害你的流民，相信他的头颅很快就会呈上来。诓骗伤害我的流民？对，就是那个一直把你控制在身边的畜生。女儿，你怎么了？是那个家伙对你的伤害太大，令你光是想起来就头痛了吗？现在没事了，娘在啊！不要伤他性命，娘，你不能伤他性命。为何？因为我刚走丢时差点遇险，是他救了我，是我主动跟在他身边，他也并没有利用我，更没有伤害过我，只是一次次的抛弃我。啊，完了，哑巴！速去找到小兰，一定要留下此人性命。慢着，为何不必？因为活着没意思。从未见过如此坦然面对死亡的人，一个普通流民会有这样的心智。你知不知道为何要杀你？没兴趣知道，动手吧，磨叽什么？你没兴趣知道，但我得告诉你，你伤害利用三公主殿下，是当今圣上要将你就地处死。圣上亲赐，你也算死得轰轰烈烈了。我伤害什么三公主殿下？皇帝要杀我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死都不怕，却不敢承认。来人，把他绑起来，别让他轻易断气，挂告他1000刀，再削去首级。拜托，你们说清楚再弄死我行吗？我什么时候伤害三公主了？我他妈都不认识什么三公主。你不认识？你要认识，借你100个胆子，你敢对三公主动手吗？我怀疑你们搞错人了。我虽然想死，但我可不想做别人的替死鬼。哼，刚才不是挺豁达的吗？现在紧张起来了，动手！慢着，爹，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年轻人。蓝护卫，你在这儿做？我暗卫做事，似乎不需要通过太师大人。你暗卫做事，确实可以不通知本官，可本官见到这事，却不能不管。
此人不过一介流民，你们为何要动怒私刑？我若告诉您这是陛下口谕，您又当如何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竟是陛下要动他？若是陛下要动他的话，可有依据？他何罪之有？陛下说他有罪，便是有罪。那我们就没办法了。抱歉，小乞丐，我们保不住你的命。没事儿，好意心领了。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走吧，爹。雅公公，留他一命。哼，看样子我还死不了。将他带走。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为何一会儿又要被陛下处死，一会儿雅公公又亲自来一趟，留他一命？不清楚，此人神秘。女皇刚愎自用，大皇子和二皇子又对皇位虎视眈眈，氏族门阀蠢蠢欲动。不久将来，我大梁朝局必然有场腥风血雨。我作为文官之首，得守好最后一道关卡。可惜我年事已高，手下又缺少大才之人，不然用得着到处苦寻吗？若强求不得，只能顺其自然，再看看吧。唉，你若是男儿，弟弟不怕，姐姐在，谁也不许欺负你。我抓到药了。人呢？我错了，你别躲了，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。果然有些东西要失去之后才会想着珍惜吗？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你对不起谁？啊，傻子！还是大哥厉害，我怎么样都不是你的对手，又输了。我再厉害，也不如咱们那个流浪1年的三妹啊。她不一样，她是母皇的亲生女儿，咱们算了吧。都怪父皇无能，非要让女人干政，结果倒好，她死之后，一个女人竟然大摇大摆的当了皇帝。大哥，这话可说不得。妈，这里还有外人，还是说二弟你要去告发我？就算没有外人，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。毕竟女皇当朝已经是近20年的事实，未来恐怕会一直持续下去。当初老四死了，三妹又傻了，我以为储君之位他会在你我之间选一人，为此咱们明争暗斗这么久，结果他居然，想起来真是可笑啊。所以现在大哥要和我冰释前嫌了？不但要冰释前嫌，而且还要同仇敌忾。敌在何处？这个还需要我明说吗？傻子，傻子，你没死啊？你还活着？啊，傻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是我呀！大胆贱民，你面前的乃是当今大梁三殿下，昨日更是被陛下册封为少帝，你竟敢叫他傻子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去，你居然是公主，而且现在还是少帝！我赵灵居然跟未来成为帝王的人流浪了1年，以后你是不是能随便封我个悠闲官啥的，是吧，我的好姐姐？喂，我可没有伤害少帝，现在他来了，不信你问他，对吧？当时少帝在昏迷，误以为是你伤害，现在已经解除误会了。解除误会，为何还要把我锁着？因为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少帝陛下，你今天的状态有点不对啊！你要问什么问题，随便问，我都告诉你。面对如今的我，你可后悔？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你弃如敝履的乞丐疯子，既是天皇贵胄，是你一辈子高不可攀的存在，你难道不后悔吗？你谈吐为何如此清晰？你不傻了？我为了你险些被人打死，而你竟将我弃在破庙之中。不过我的死活，若非母皇派人将我寻到，我恐怕早已死去。
此时此刻，你得知我身份尊敬，便恬不知耻的拉关系，甚至叫我姐姐。你以前不是叫我傻子，就是叫我疯子，要么叫我滚。你什么时候主动叫过我姐姐？你居然还要我封你个官的？你怎么说得出这样丧心病狂的话？我以前是挺嫌弃你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你还活着，我很高兴。你是当朝少帝，我很高兴。你还不傻了，我更高兴。我为你高兴，真的。能再遇见你，我在这个世界已经了无遗憾了。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。住口！你还要假惺惺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倚仗当初我精神失常的1年里，我把你错认作去世的弟弟，你现在就可以借此在我身上讨到半分好处。你说的这番话，不但博不到我半点好感，反而只会让我作呕。没关系，你或许觉得我假惺惺，但我自己知道不就够了。我也没有想把你抛弃在破庙之中，任你自生自灭。那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走了？你受伤高烧，必须出去抓药。抓药？接着编！你一个乞丐，你连乞讨都不会，你有钱为我抓药吗？言尽于此，信或者不信都有你，或者你觉得不够解气，杀了我也行。你说什么？你可以杀了我，一国少帝杀一个乞丐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别以为我不敢杀。看来少帝很在乎这个乞丐，所以才会如此生气。若杀了他也好，这样至少不会成为少帝的绊脚石。那就动手！我……你记住，你可是要成为帝王的人，以后你必须要杀掉很多人，与你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。你可以先杀我练练手，动手啊！真弱，你连个乞丐，一个跟你流浪过的乞丐而已，你都下不了杀手，你以后如何当得了帝王？我为你感到担忧。你一个乞丐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教我？傻子，我是担心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是我这个世界唯一在乎的人。弟弟吃这个。臭要饭的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说这种话博我同情，我不会上当的。殿下英明，这家伙本就是得知您身份后，想说些动听的话，试图让您心软而已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如果你是忠心的，你就应该知道，你们少帝还肩负不起大梁这杆大旗。陛下还在，少帝成长起来也只是时间问题。时间问题？那问题是还有多少时间？这乞丐的心智，果然非常人所及。如果你不杀我，将我留在你的身边，我会为你披荆斩棘，扫除一切阻碍，助你登上巅峰，受万人敬仰。够了！你在这个世道，尚且只能靠鸡鸣狗盗、沿街乞讨存活，独善都难，却还能放出豪言助我登上顶峰，你醒醒吧！只要我愿意，我就能做到。那就让我期待一下，看看你怎么做到。不过你不要指望我能给你半点台阶，你想走到我身边，每一步都得靠你自己。等我很快就来。很快？很快是多快？10年、20年、一辈子？少帝善良，你若想在他面前做做样子，恭喜你，你很成功。你以为我只是口嗨？难道不是吗？
那总是巧。我等着。少帝，他怎么处置？放了吧，让他自生自灭。您真不相信他能够走到您身边？一个乞丐想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，可能吗？我知道了。小叫花子，赏你的。谢谢，但我不是叫花子，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。由于第3题比较复杂，所以我给了大家3天思考时间。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替祭酒大人最后再说一遍题目，那就是用这些有限的屏风围出最大的面积。大家开始吧。我先来。无论我怎么算，我觉得弄成正方形是最稳妥的形状。这里面的面积应该就是这些屏风能摆放的最大面积了。祭酒大人，可对否？错。我来。我计算过几乎每一个形状的平方面积，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一旦屏风摆放的时候产生夹角越大，浪费的尺度就越多，所以在摆放的时候其形状夹角越小，则面积越大。而圆形没有夹角，所以圆形是有限尺度能围出的最大面积。若各位不信，尽管拿尺子来丈量对比。用不着量了，这位秦公子所说乃是对的。啊！之前被个小叫花子抢了风头，现在终于轮到我了。啊！难道这传说中的第3题就这么简单？他是对的，但只对了一半。哎，是那日连对2题那个小叫花子，他居然来了！啊！你不是？我不是站在这儿吗？你小子消失几天，突然出现搅局，你说什么对了一半？难道你还能摆出能囊括面积更大的形状？这个年轻人说的没错，秦公子，你确实只对了一半。还有对一半的答案？说实话，这个题目的答案只有咱们祭酒大人知道。我参悟许久，也只参悟对一半，所以我也很好奇。大部分人只要不是很傻，逻辑清晰，基本都能答对一半。那我倒是想看看你的另一半答案到底能比我的大多少。比你大得多，10倍、100倍、1000倍、万倍、1倍。1万倍？用20米的屏风，你还能围出比我这大1万倍的面积？20米的屏风能摆出差不多100尺见方，1万倍就是100万一方尺，你扯淡吧？啊！祭酒大人，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答对3题，亲自举荐入关。当然算数，明日你就随我一起进京。祭酒大人的意思是宣布我答对了？你能说出刚才那番话，自然证明你肯定知晓答案了。他都没说答案，祭酒大人你就说他对了，我不服。不过为了平息他人的猜测，你还是亲自说明一番吧。我好了。不是扯淡吗？这哪儿好了？这不还是圆圈吗？你只是翻了一转，
面积还不是一样的？其实他做的已经很明显了，还是没人懂吗？我懂了，原来如此，我们的思维还是太局限了。看来不尽是不动脑子的。你们一直都只想着用有限的屏风圈有限的范围，殊不知，其实有限的长度也能包裹无限的尺度。你说的半句我都听不懂，能不能说人话？这么说吧，你们的思维被锁死了，不妨逆转一下思维呢？怎么逆转？比如我现在不在圈内，而是在圈外呢？这些屏风并没有包裹我，而是把你们包围了。你不是在圈里面吗？怎么在圈？如果以国子监为尺度，那它的圈就包裹了整个国子监；如果以大梁为尺度，它这个小圈便能包裹大梁；若以宇宙洪荒为尺度，宇宙无限大，只要它站在圈外，那包裹的尺度也无限大。所以10000倍的说法毫无夸张。向内是有限的，而向外则无限。原来如此。现在还有人不服吗？今年真是打脸啊！竟然是一个小乞丐答对3题。我记得前几年咱们国子监每年出的题还是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但这几年题目的风格便陡然大变，咱们完全适应不过来。就是啊，我们从小都是学的君子6艺，肯定不擅长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结果被一个小乞丐钻了空子。而且我听说科考试题目也要改革，以后不会连3年一次的科考题目都是这些东西吧？咱们大梁1000年文墨风采都要抛弃了吗？这和忘本有什么区别？还真要改革科举？传言是真的？题目和忘本有什么关系？国家要禁止你吟诗作对吗？没有，但能文者方才是有才之人，有才之人才能通过科举仕途去造福百姓。造福百姓，北燕屡犯我大梁边疆，你难道要用诗词歌赋去迎服敌军吗？以前的科举制度，文章写得越好，官儿越高，岂不知多少文人墨客能写出精彩绝伦的文章，却不懂变通，思维局限，不知道如何治理民政，还觉得当官规矩太多，不如肆意挥洒文墨有意思，干得不自由。殊不知，当官的若是自由了，百姓也是惨了。文采可以用于陶冶情操，用于表达自身，用于表达世界，是人文传播的重要工具，但它绝不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全部，也不是筛选官员的最优解。好，说得很好，这些话我一直都不敢说，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竟然有如此魄力，当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这一句话可把天下的文人都给得罪了。你简直就是放屁！大梁发展到现在，不是这些靠着文采出众才为官的官员们吗？你一句话就要反驳大梁千百年从政者的所有付出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大梁现在固然发展得很好，但还可以更好。是安于现状，还是打破常规，勇于突破？你选。此人必会一飞冲天，只是锋芒太露，容易得罪人。目中无人，真是目中无人！庶子放肆，竟敢在国子监夸夸其谈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说话不知道把门吗？就是一个乞丐而已，以为答对一点脑筋题就目中无人了？你算什么东西？难道你还能认为凭你能将大梁造福得更好不成？祭酒大人，我觉得你还是将他逐出去算了。文采不是筛选官员的最优解，我也认可，但他这种狂妄之辈，哪怕有点脑子，也绝不是当官的料。年轻人，希望你能够自省，给诸位道个歉。如果你听不出来我是为你好，那证明你也就如此了。哼，为他们道歉，做梦！你公子，我觉得你还是莫要跟祭酒大人顶嘴的好。看到没有，此人多狂妄，连祭酒大人都不放在眼里。大人，虽然他答对了3题，但我觉得还是千万别推荐他入朝为官，不然就他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以后当了官那还得了？年轻人，希望你能明白我说的话。我当然明白，但是大人你不明白。你当真要气杀老夫？
果然听不懂人话，可惜。自古以来，重大改革的过程绝不是温水煮青蛙，因为很可能这火烧着烧着，水却凉了。你要变，就要有决心。老夫当然有决心。决心？笑话！在一群年轻士子面前，你顾三顾四，畏首畏尾，谈什么决心？我错了。那个什么，今年的3道题事宜也到此结束，诸位都散了吧。散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太嚣张了！也就是他在国子监，在外面我非揍他一顿不可。一个小小乞丐，把嘴硬当器械，以为这种行为方式会受人尊重，殊不知完全是个不讨喜的傻子、疯子。此人如此锋芒毕露，看来是心有目标。他的目标令人好奇。我是不是也该走了？走什么？你小子明天还要随我进京呢。傻子，我想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。微臣斗胆问少帝，陛下的病情到底什么时候好转？他何时出来治理朝政？母皇让我暂代朝政，有什么事跟我说是一样的。如此，那微臣便说了，今年我户部账目相比去年收缩近70%，已经到了亏空的边缘。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北域今年竟然没有收到半分税收，而南下别说税收了，为了治理蝗灾，更是耗费3000余万两，入不敷出啊！臣以为如今充斥国库，唯有一个办法。何办法？那就是北域将欠的1年赋税补齐，并收取利息。南域蝗灾一息所欠税款以及赈灾支出，应当让南域逐步分期偿还，让国库回血。那不可！北燕在我大梁北域边境虎视眈眈，数次侵扰，大有进攻之势。北域的钱都用于边防和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大战而囤粮，怎么可能还有能力补齐税收呢？南域蝗虫刚刚平息，去年1年几乎颗粒无收，百姓刚刚喘一口气，就让他们偿还赈灾银两，那不会让南域的百姓寒心吗？万一激起民变，你周大人担待得起吗？唉，二殿下这么说，下官也就不乐意了。我也是为了国库，为了大梁朝廷，难道我们要穷到连数十万官员月例、基础民生织造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吗？你不乐意，但这也是事实。还有大殿下，自古以来，我大梁东西南北皆有动荡，你不能拿这个当借口就不纳税，那和耍流氓有什么区别？大胆！你怎么说话的？好了，朝堂之上，你们吵什么吵？太师大人，您给评评理。好了，朝堂之上，你们吵什么吵？第一次上场，感觉怎样？感觉怎么样？难。觉得难就好了，这就是帝王的生活。所以你得学会善用你手下的文武百官，去平衡，去解决，去治理这个国家。儿臣会努力。陛下，国子监祭酒张纯生求见。张纯生，你确定他要求见朕？千真万确，而且他说您要他找的人，他找到了。什么？母皇，龙体重要。几年了，终于是找到了，速速叫他进来。是。几年的苦等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母皇为何如此激动？都是因为你啊。因为我？为娘年轻时候耗费心血太多，导致才积成内疾。我肯定不想你走我的老路，所以我一直苦寻人才，一个能成为你大辅的人才。可我大梁科考制度过于迂腐，又一时间难以扭转，所以我便暗暗让张纯生按照我的要求，去寻找我心仪的人才来辅佐你。对不起，母皇，若儿臣争气一些，也不至于让您操心到这种地步。我是你娘，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微臣拜见陛下，拜见少帝。老张头人呢？带来了吗？在外面候着呢。那你说下他的情况吧。
背景你可调查清楚了。陛下放心，此人出生微末，没有一点背景，原本是从北方逃下来的难民遗孤，流浪多年。流浪？这么说是乞丐？乞丐？那就让我期待一下，看看你怎么做到。不过你不要指望我能给你半点台阶，你想走到我身边，每一步都得靠你自己。等我，我很快就来。很快？很快是多快？10年、20年、一辈子？又怎么可能是他？我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母亲，只是因为我曾经流浪过，所以听到乞丐2字时，一时有些感慨。对，确实是乞丐出身，所以我没有让他直接进来，而是先在殿外候着。若陛下嫌弃，我就让他走，免得污了陛下的眼。容朕思索片刻。是，陛下。乌儿，你觉得乞丐中会存在有超世之才的人吗？若有超世之才，怎可能只是区区乞丐？那就……但儿臣也未必能将话说死，只能说也许有吧。我本来的底线至少是个寒门出身，没想到竟然是个乞丐。若我直接提拔，以他的身份，必然会使我都遭受诟病。但我若因为他是乞丐便拒之门外，恐怕会让曾经流浪过的若雪不好受。还是见见再说吧。他真的连续回答对朕出的3道题？是，陛下，千真万确。那就让他进来吧。进。草民赵灵拜见陛下，拜见少帝。赵灵，我观你仪表堂堂，名字也响亮，谁起的？一个在我父母被饿死时，一个养了我2年的老人给我取的。哦，那老人家现在可好？偷吃地主家的烧鸡被打死了。啊，这可有报官？一个偷吃东西的乞丐死活，报官能有什么用呢？大胆！陛下问你的话，你回答便是，竟敢反问，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若在君主明面，连反问的勇气都没有，还谈什么治理民政，谈什么做官？充其量不过是一群只知道按部就班、阿谀奉承、滥竽充数的混子罢了。你如此不敬，不怕朕杀了你？做乞丐的时候，时常差点死，但最终都没死成。若朕有意推举你做官，你觉得你能做什么官？只要是官，哪怕是9品的小吏也不嫌。你给我的感觉，你很想做官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才能离我的目标更近一点。少帝，你觉得意下如何？赵灵，朝堂之争可是兵不血刃，凭你一个小小乞丐，是想来送死的吗？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赏你黄金100两，你拿走，离开之后置办田产房产，过点普通人生活足够了。普通人生活，我要怎么做？怎么说少帝您才会相信我？别说100两，哪怕是100万两、1000万两，也动摇不了我半分决心。还是母皇来决断吧。考虑到你的起点，而且你并未经历过科考，朕只能以你连破国子监3题为由，破格提升你入朝为官。职位的话，户部缺一个堂主事，乃是从5品，这已是朕能给你的极限。从5品，还不快谢谢陛下？多谢陛下。谢的话暂时用不上，因为若1个月内你没做出什么建树，证明你也不过是绣花枕头一包草，朕会亲自摘了你的乌纱帽。微臣明白。小兰，带他去吏部报到吧。是。母皇因何而叹？我一方面希望他有能力做你的大夫，一方面又希望他平庸。此言何意？因为他若无能，1个月后我将他逐出朝廷，让他继续做乞丐便可。但他若真有超世之才，在他为你扫清一切障碍之后，你必须得杀了他，才能以绝后患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娘会帮你做到。母皇说什么呢？一个棋子而已，儿臣怎么可能做不到？娘不是傻子，娘看得出来，他是为你而来。他就是那个和你一起流浪的乞丐，对吧？没想到他竟然为你做到这个地步，是为攀附巴结你，还是真为了你好？咱们很快便知。感谢祭酒大人在陛下面前力荐。我可不是没有想法的。陛下将更改科举之策交给老夫来负责，老夫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帮手助我。你现在的官职虽然还可以，但想帮到我还远远不够。放心，这个人情我会还。
而且会很快。你有这般信心，那老夫便预祝你高飞。十变天，天字号房。可以送吗？见到本宫，为何还不行礼？非要这么见外？赵离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什么想怎样？我们不是约定好，只要我能走到你的身边，你就让我帮助你吗？傻子！再叫我傻子，我杀了你！你是怎么蒙骗过关，得到张继久的推荐的？你到底想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你真的不觉得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吗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，我们踩着同一片大地，怎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？曾几何时，咱们只能在10变天后厨偷客人剩下的食物时，没想到今天能做到最好的天字号包间用膳。有什么事情，咱们好好吃饱了再说，好吗？你既然不听劝，那你就别吃了，滚！秦公子，天字号包厢已经有人了，您不能强闯啊！让他们换一桌，本公子今天就要天字号。哎，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呢？是啊，这个很眼熟啊，这不就是那个答题的乞丐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哟呵，一日不见，就这人模狗样了啊！哎，别瞎说，万一祭酒大人真推荐他当官了呢？怎么可能？那日他目中无人，连祭酒大人都不放在眼里，怎么可能还推荐他当官？小乞丐，今日本少高兴，要在这天字号宴请诸位，麻烦你让一让。当然，你旁边那个姑娘可以留下，本公子一并宴请了。哎，都是认识的，也曾一起答题，不如一起入席吧。哼，于姑娘，我真没有和乞丐一桌的兴趣，还是算了吧。咱们要不还是换一家？你不是要为我披荆斩棘吗？就这点小事能难倒你？我这不是怕太高调对你有影响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可知我爷爷可是……你爷爷是你爷爷，不是你。本官乃是户部堂主事，从五品大员，你如我不爽，还要动手赶我走，谁给你的狗胆？什么？你是从五品大员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！不公啊，不公！一个乞丐竟然直接上五品，这真是让我等寒窗10年世子寒心啊！哎，这世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你别得意太久，不过是从五品而已，对我秦家来说不值一提，对在场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过尔尔。称呼本官什么你的？小大人，你们这些世家子弟，或许家族背景雄厚，但你们还是个无官无职的世子，再敢对本官不敬，本官还打，还不快滚！走！你不该如此。无需姑娘费心。用官职装叉的感觉就是爽。是爽，但你可是把京城近半个世家都给得罪了。怕的话，我就不会来找你了。等你站在朝堂上时，希望到时候你还能像今日这般硬气。哎，不吃饭了？没胃口。哼，浪费可耻。你是何人？本王怎么没见过你？我呀，我叫赵灵，乃是户部堂主事。3品之下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，一个从5品的堂主事竟敢插嘴。北王莫怪，今日是为国库事宜而来，我得找个助手汇报详情，已经提前写了折子交代过。哼，下官虽然官职不高，但人记得朝堂之上，百官进言乃是常理之事，所以下官是可以插嘴的。还请王爷回答下官的问题。您刚刚是要威胁陛下？本王可没威胁少帝的意思。总之，现在没钱偿还税款。为什么没钱？本王刚才不是已经给说过了吗？还是你耳朵聋了，没听见？笑话！北域数百年来一直被燕国袭扰不断，他们哪年不派兵滋水？北域有广阔的牧场，牛羊成群，矿产丰富，一直以来都是我大梁纳税大户。怎么自从王爷您当了北王之后，就交不起税了呢？我什么？北域可像南方那般有重大天灾？
没有，但北燕又拿北燕说事。北域近年来一没有增兵之重，二没有重大天灾，怎么偌大的北域突然就没钱了呢？还是说王爷是想赖账，亦或者想瞒下这笔钱，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？你给我住口，休要胡说八道！陛下不在，如今朝堂之上少帝最大，殿下都没有叫我住口，你算老几？还有您还没有正面回答下官的问题，为什么没钱了？这哪来的小官这么勇？此人原本只是区区乞丐，没想到竟然通过回答国子监3道题反射，并且迅速抓准机会上朝展现自己。未来若不被踩死，恐怕没人能压得住。你信不信？大哥，你莫激动，少帝还在呢。大哥，这位赵大人似乎也说出了本宫的疑虑，你是否能够说明一下为什么没钱了吗？说要屯粮招兵，朝廷会拨款，记录在册就行，但纳税是一个王朝的根本，岂能说换就换？没有可是，这里是朝堂之上，我还叫你一声大哥是尊重你，所以请你也尊重我一下。税款之事，我可以安排筹集一半，以续期限。一半可以，不过剩下一半，我只给你3个月之期。多谢少帝谅解。这小子厉害啊，不愧是陛下钦点的堂主事，你真能虎口拔牙。南下的话，殿下，我南方大灾刚过，还没喘过一口气，如何偿还赈灾欠款？南方不是不还，只是暂时还不起，还望您三思啊！二哥莫激动，我也知道南方不易，所以偿还债务一事暂缓。大哥呀大哥，你就应该先发制人，这样三妹就没机会要钱了。不过此次南下赈灾拨用款额巨大，其账目花费明细，朕需要知道个大概，也算通过账目了解一下南下灾情。这件事就交给这位赵林主事负责。赵林，你可能配合二哥整理出账目？微臣当然能。如此甚好。二弟啊二弟，看来咱们三妹也没打算放过你啊。殿下，这怎么了？二哥，还是说账目有什么是本宫不能知道的？有什么不方便的吗？这倒是也没有，只是苏若雪这一手打得我措手不及，我根本没时间做一个完美的账目，若一查必有漏洞，到时候若被揭露，即便是我也会被问重罪。难道真到那时候了吗？只是什么？二哥你倒是说呢。只是虽然南下困难，但王爷也能先偿还1半银两，剩下1半可以等到明年。这样的话，王爷会因为最近筹银两无暇顾及账目，我可以等段时间再向王爷索要账目。是这样吗，二哥？确实如此。那行，我给二哥7天时间筹备一半，效益互补，然后再让赵主事去配合二哥查取账目。是，殿下。若南北各能收回1半，那我户部便能松一口气，但离充盈还差得远，如此仍有误国纲之危。陛下，马上便是我大梁王朝祭祖之日，这可是件大事，所以若收回南北所欠银两，还望尽快支付。我礼部还等着筹备开展。我去，这老东西刚见我户部有点眉头，就来搞钱。大人莫急，先看看。倒是确有此事。今年祭祖，礼部大约需要耗资多少银两？回陛下，去年耗资1100余万两，今年我大梁拮据，我礼部可以缩减各项，控制在1000万两以内。1000万两？祭祖开支这么大，不能控制在300万以内吗？一些太花费的过程，能否节省一二？殿下说笑了，祭祖历来都是我大梁重中之重，岂能说节省就节省？大梁江山可都是历代先祖打下的，我们节省祭祖，便是轻慢祖先，漠视他们曾经为大梁抛头颅洒热血的付出。
必定会让大梁先祖的英灵寒心呐。吕大人，本宫没有这个心思，本宫只是觉得今年情况特殊，而且这开支也太多了。难道殿下是觉得老臣胡乱开支，甚至是手过留有？老臣敢清晰所有账目，精确到每一个铜板的开支，望百官同僚监督，若有半分不对，拿我老命相抵。吕大人，话说过了。海氏大人，老夫没有过。少帝今日主打的就是一个不相信、不信任。但哪儿来的一个从五品小吏，像疯狗一样在朝堂上乱吠，一会儿质问这个，一会儿说那个。既然如此，我只有先表达态度，免得以为老夫有私心。祭祖必须要祭，这是大梁的传统。若连传统都丢了，大梁的气家都没了。这不知吕大人，你刚才说谁像疯狗？我就说的是你。怎么，你听不下去了吗？冒昧的家伙，你堂堂礼部尚书，主管我大梁文墨书理，骂人的时候，却如扑街老汉，粗鄙不堪，简直有辱你礼部尚书这4个字的身份。你，我什么我？我看你还不如告老还乡得了，免得传出去说我大梁堂堂礼部尚书居然无礼。你，我只是在说祭祖之事，不要东扯西扯的。祖先肯定是要祭奠的，这是我们后人对先人的尊敬。大人你也说了，我们大梁是先烈们用鲜血和泪换来的。如果先祖知道他们的儿孙用他们血泪换来的财富，就这么被我们铺张浪费在华而不实的祭奠上，而忽略了国家建设的话，恐怕先辈们会气得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吧。我等你百年归天之时，你这个装腔作势的老匹夫还有何颜面对大梁先祖？哎呀，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殿下气血上头，晕过去了。把李大人扶下去休息，并派御医照料。李大人既然身体抱恙，那祭祖仪式，这位赵大人觉得该如何？祭祖之日，我们可以开展庙会，看跳舞，看唱大戏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待到子午时分，中山寺铜钟响99次，闻钟响时，全城静默无声，心中惦念即可。胡说八道！祭祖变成开庙会，两者岂能混为一谈？钟响之事默哀，倒是好主意。可祭祖可是肃穆之事，当日还是庄严一点，庙会就免了吧。太师大人，如果您有一天不在了，你希望你的孩子在想念你时，更希望他们如何？我更希望看到他开心、快乐、高兴。我想，我大梁先祖也定是这么想。我们活得开心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何尝不想让他们先祖知道？这么说的话，老夫支持这位赵主事的提案。好啊，甚好。办庙会那根本没多少开销，1.8千两就能搞定。当下国库收紧的情况下，我户部强烈赞同。我也赞同。那就这么决定了。岂有此理！哪儿冒出一个疯子？什么背景？竟敢在朝堂之上乱咬，让我一口气各损失上千万两！这人我已经调查过了，据说是个乞丐，但在国子监答题时脱颖而出，被举荐入宫。乞丐？竟然是乞丐，居然能直接入朝为官，有没有搞错？他必须死！我立刻安排。哎，大哥不可，他刚与我们有矛盾便死，这不是直接让人怀疑到咱们头上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必须死！若不现在快刀斩乱麻，以后必然祸端不断。二弟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比大哥懂。当初若不是心软只动了老四，把苏若雪给留了一命，还会有今天这副局面。行，
那就按你说的办。没想到这小乞丐还有点能力，竟然能从老大老二嘴里拔牙不说，还能为我大梁省下一笔钱。口舌之力罢了，并非是什么能力。一个小小从五品就把一群1、2品的大臣怼得哑口无言，这不是实力是什么？这种人恐怕只会弄得朝堂不稳，要不还是去了他的官职算了吧。不可，这种人的用处才刚刚展现而已，父皇很期待。你先下去吧。小兰，把赵林叫过来，朕要单独见见他。是，陛下。微臣见过陛下。赵大人昨日朝堂之上英姿飒爽，朕已有耳闻，实在佩服。不知道微臣是否达到陛下的预期？还行，不过你现在从五品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，朕亦不能因为你只是言语说服老大老二偿还欠款，就给你升官。所以你还得尽快想办法立个大功。微臣已然有了准备，陛下放心。对了，有个问题朕萦绕在心中许久。朕只知你四海为家，但却不知道你家乡在何处，你还记得吗？赵灵当然记得，那是我和陛下您是老乡。老乡？难道不是吗？胡说！你可知朕是何方人？哼，你果然很聪明，这都瞒不过你。国子监那些超前的题目，还有您让我尝试1个月的试用期，加上我脑子还算好用，所以不难猜。那你一定属于以前什么都会一些，不像我，什么都不会。男孩嘛，总是喜欢学点奇奇怪怪的小知识，说不定哪天就会用上。所以巧了。对了，您的身体……年轻时候斗争嘛，落下了一身病根，所以我才希望你能让我女儿过得轻松一些。可帝王哪有轻松的？她做个逍遥公主，可比帝王好。这江山可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，怎么可能轻易拱手？况且我这不是找到你了吗？毕竟你这么在乎她，我可要好好利用一下。你和娘聊了什么？没想到我和陛下是老乡，随便聊了几句。陛下，杨国言使已到，让他进来吧。言使？什么言使？拜见大梁少帝。请问使者为何今年出售我大梁的戏言涨价了5层？少帝殿下，这物价水涨船高，大梁出口的粮食不是也涨了一些吗？胡说！我们只是因为今年南方灾害减产，略微上浮不到1成，你们出口我们戏言竟然直接涨5成，这简直不要太离谱！我们杨国今年也不易呀，所以还望殿下谅解。若不行的话，我们也只好停止出口了。你原来是盐啊！停止出口便停止出口，我大梁不要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戏言我们还是很有要求的，而且周围邻国也只有杨国能制造出戏言。我们戏言可是供不应求，也就是因为大梁是咱们杨国的友好邻邦，我杨国才优先出口大梁的。若大梁有疑虑的话，我们只能转而出口给别人了。价格难道就没有一点商量？那你们就出口别人吧，慢走不送。另外，我大梁今年南下出了蝗灾。原本念在大家友好互相贸易的情况下，依旧选择正常出口粮食。现在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囤粮，面对可能来犯的北燕，故而粮食的话就不出口了，你也找别人进口吧。我们小兰送客。什么？抱歉，严使，这只是一个小例，不懂规矩，还望勿怪。哼，若人人都像他这么不懂规矩，那大梁还谈什么礼仪之邦？还望殿下加以处罚，免得传出去给人留下口舌。让你胡乱插嘴，这下好了，我不得打你几十板子才能平息此事？呵呵，礼仪之邦是对待真正有礼仪的人，而不是对待这个敲竹杠的。小兰，拖下去打！
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如此精细，宛如细沙的东西是盐。对，细盐，而且比杨国进口的还要精细数倍。怎么可能？胡说八道！我不信还存在比我杨国更精细的盐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在下不才，刚刚攻克精盐制造之法，未来咱们大梁不需要再进口，所以殿下您还需要打我板子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刚才说的话是实话，就算不得无礼，板子自然便不用打了。多谢殿下洪恩浩荡。至于杨国使者，不好意思，我大梁已经有了细盐，故而以后将不再进口你们杨国的细盐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明明每年都要进口，怎么能突然不进口了呢？这没有做生意的道理啊！哼，当初我们想与你们签订长期进口协议，但你们不愿意，就是为了随时涨价而做准备。在我们没有条款约束的情况下，我想取消便取消。而粮食的话，抱歉，我们不会再出口了，请使者回去吧。殿下，您就算不进口细盐，也不能不出口粮食啊！我们梁国地小物稀，半数口粮都要依靠进口。您要是不出口粮食，我们整个杨国子民都要挨饿呀！这出口还是要出口的，但这2天风雨不顺，价格只能翻个倍了，不然我们也很为难啊。2倍？为难你了，那请回吧。2倍就2倍吧。早晚我得把细盐炼出来，撒上这么一点，味道不知道有多棒。没想到你竟然能制造出精盐，这不但能为大梁省下一大笔巨额开支，还能甚至让我大梁全天下的百姓都尝尝细盐。这真是一个造福大梁百姓的大举。开心吗？还行。那原谅我了吗？永远不。你抛弃我的事情，我永远会记在心里。我真没想抛弃，那次只是误会。你说误会就是误会，那你之前撇下我的18次都是误会吗？我满世界的找你，满心里只有你，而你只想把我撇弃。你好狠的心！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睡醒发现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有多害怕，多紧张，多痛苦，多无助。以后我再也不会了。别以为你把我解决1个2个麻烦，我就会原谅你。我没有这么以为，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你我之间乃是君臣之别，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我知道我还配不上你，但我会努力，迟早有一天。住口！你能走到这里完全是运气，你能炼制精盐也只是凑巧，你根本一无是处。那好吧。不过你这次确实立功，我赏罚分明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官职，3品以下你可以选。那就礼部，如何？为何是礼部？你刚把礼部尚书李昌气的吐血，你去礼部，无疑是找死。我得代理大功，礼部是下一步。想起来我就气呀！老夫读了50载的书啊，竟被一个狂口庶子在朝廷之上文武百官的面子对出气呀！这老脸啊，可都丢尽了。尚书大人勿恼，那小儿疯狗一个，而且只是一个从5品官职，以后都没有机会上朝堂的，你也见不到他了。况且您可是2朝元老，谁敢还当着您的面提之前那个事儿呢？一个区区乞丐竟敢大放厥词，也不知道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没过脑子，气煞我！尚书大人还是别生气了，消消气，为了一个小人物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得。要不是碍于老夫的身份，老夫定然要将他扒皮抽骨剥筋。他这种人，咱们不收拾他，有的是人代劳。这倒也是，大皇子和2皇子估计比老夫还更恨他100倍。对。所以您呐，不要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了。眼下秋闱将至，今年的科考题目也该拉上日程。
你也该好好想想今年的题目了。吏部不是说今天会有一个新来的礼部侍郎负责这件事情吗？这新到的侍郎是何许人也？叫什么名字？从哪儿提上来的？啊，这个是少帝钦点的，姓赵。姓赵？好像有点印象，又是上头直接指派。哎呀，老喜欢做这种事情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人到底何方神圣。尚书大人在吗？尚书大人在吗？是你？是他？哟，大人在啊。加官赵灵，见过尚书大人。你来我礼部作何？赶紧滚！老子不想看到你。他就是那个气您的人。别急，大人，兴许他是来道歉的呢。哼，你若是想向老夫认错，那就立刻给我跪下3天3夜，老夫兴许会原谅你3分。道歉？什么道歉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不是来道歉的。我当然不是为了道歉而来的。那你可以滚了。我也想滚，可是滚不了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忘记自我介绍了，下官赵灵正是刚刚调任过来的新任礼部侍郎。吕大人，您的直属下司。什么？没听明白？那我再重复一遍。不用了，老夫的耳朵还没聋。这真的是胡来呀，胡来呀！你居然成了礼部侍郎，天理难容。大人莫慌，你这种人竟然直接连跳2级半，从5品到正3品，这怎么可能？除非你有做出了惊天贡献，否则不可能这么跳跃。在下不才，最近我大梁已经攻克戏言制作之法，大人您知道吧？当然知道，此乃我大梁之福。不好意思啊，那就是我发明的，所以少帝陛下给我升了职。什么？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连跳2级半的？匪夷所思啊！戏言的制造竟然被你这种人给攻克的。哎呦，惭愧惭愧，一时大脑开花就给制造出来了。好了，此事休提。秋闱将至，今年题目未出，所以大人要不跟咱一起开个会先？题目我已经拟好了，还请大人过目。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理、生物、历史、政治、外语，什么乱七八糟五花八门。我们的诗经经义的出题呢？从今年起，我预计用5年时间替换掉原本的以诗经经义评断的考试标准。这些学科将由国子监为首，还有翰林书院、弥山书院等全国的书院开展新课程的思想学习模式。考试排名改为各科汇总，总分制度。这个大人您能理解吧？你要在5年时间内改革科考？对，3年一考，从今年起变成1年一考。今年第1年，新科目占比总分数的 20%， 传统科考占 80%， 到第2年，新科目便占了 40%， 传统科考便只占 60%， 这样逐渐递减下来，5年便能彻底改革。胡说八道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尚能理解，什么物理、化学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举例，知道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吗？你会说，因为它有重量。那重量又从何而来？物理能让人学习到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，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。而化学也很重要，比如我将粗盐过滤蒸煮，再筛选出结晶，它就变成了细盐，而这种结晶过程便可称之为化学。还有许多物理化学的例子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举例不完，我也无法完全靠自己编著出来。我没有分身术，我只是提出概念和大范围，剩下的让学者、学生、天下人都参与进来。我需要帮手，我们并不是要摒弃诗经经义，我也从未轻视。我们将它们编整到语文中，即便在未来，语文都是一个总分占比重大的学科，但它不是全部。而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学科，让学习变得多样，让我们大梁年轻人思想变得更加丰富。我只想送你2个字：荒谬。我只要还是礼部尚书的一天，我永远也不可能支持你。唉，看来我确实是太天真了，天真到以为能说服你这种老古董。改革科举不知道会搅动多大的风云，大梁各家书院也绝不允许，天下墨客也不会允许，所以他肯定做不成。不如
您让他放手去做，届时失败后，少帝和陛下必然大怒，没准将他打回原形，将他重新变为乞丐。到时候，您不但恶气出了，还免得跟他在这件事情起争执。毕竟他现在算得上是红人儿。言之有理。年轻有抱负是好事，当然只是抱负不行，你得完成。老夫有心全力支持你，又怕晚节不保，所以我可以在文书上不阻碍你的工作，其他的你自己操办。你觉得意下如何？如此，多谢尚书大人。好好干。你们都是我从北域挑选出来的精英，我要你们3日内将其斩杀，不留一点证据，并且逃回北域，能做到吗？定不负王爷所托。很好，去吧。王爷，礼部侍郎赵林求见。什么？不知赵大人光临寒舍有何贵干？什么寒舍？这里完全称得上豪宅啊！北王爷，您过于谦虚了。你要是不打算说目的，那就回去吧。岂是我呀？我有点难言之隐。难言之隐？对，难言之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赵大人，你有难言之隐找我做什么？我又不是大夫。王爷误会我了，我说的难言之隐不是指那个。我总觉得最近有人想杀我。我最近感觉得罪的人有点多，总觉得有人想害我，每天晚上都害怕的睡不着觉，这种感觉简直太折磨人了。怎么会呢？赵大人现在风头正劲，可是少帝殿下身边的红人，谁敢动你，那不是引火烧身吗？我一个毫无背景之人，敢动我的人多了去了。比如我打个比方，北王宁想动我，还不是挥挥手的事情。我就是打个比方，殿下莫怪，我一旦死了，上面才不管什么红人不红人，他们可不会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死人在那扯皮。所以我想寻求庇佑。赵大人，开门见山吧，你来我这里到底是想刺探什么？王爷别误会，没人派我来，我就是自己想寻求一个保护。难道有人提醒了他，知道我要杀他？奇怪，我要杀他的事情也只有老二知道。难道老二私下跟他联手？老二出卖我要杀他的消息，用于拉拢他，然后这墙头草又不信任老二过来试探我。王爷，您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本王有些听不懂。哎，这有什么听不懂？我用不着在我面前装疯卖傻，咱俩的事情还没完。你让我损失上千万两，我没宰了你，已经是仁慈，你还妄想我的庇佑，做梦！看来王爷不想给我活路啊！哎，罢了罢了，告辞，王爷。王爷，他来的正好，我要不要跟出去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将他搓掉？做你个头！属下不解，咱们刚不是要杀他吗？他前脚刚从我王府走出去，后脚就被人杀了，是头猪都会怀疑到我身上。虽然我并不怕被怀疑，但这实在太明显了，而且保不准这小子已经跟老二联手，现在在试探，到时候我要是对他出手，老二说不定会趁机将我一军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暂时不能动他了，至少今天肯定不行。赵大人，你请我喝酒，是不是请错人了？哦，没有请错，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我也只是被当枪使。希望南王莫要怪罪。不怪罪，可能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补偿你，以后我为王爷鞍前马后，在所不辞。你的意思是想追随我？对，我这种没有背景的，早晚需要寻找明主。很明显，王爷您就是。给我一个理由。因为大皇子要杀我，我很害怕。少帝呢，又是个女人，不太信任我。依我看，还是南王您最有前途。我怎么知道老大要对他动手？老大下手暴露了？不对呀，老大想杀这么一个毫无背景的人，应该不至于收手吧？难道是老大忽悠我要杀他，然后又让他来试探我的底？还是说是母皇那边派来的？这种人鬼才信你。
赵大人说笑了，我不过是臣子，有什么前途啊？至于您，我这庙太小，你找别人去吧。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。我这大哥二哥的城府极深，你以为你轻轻在他们面前欲盖弥彰一番，就能让他们互相猜忌？他们本来就不足够信任，我这么搅一搅，必然会让他们两个隔阂再多几分，这样会留给你我一点喘息的时间。一点时间够吗？母亲她一直撑着，她想撑到我有足够自保的能力再离开。我不想看她为了这么痛苦的撑下去。但凭现在的情况，你两个皇兄若是真心联手，咱们没有半点希望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尽快。我有一法可解一切麻烦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我与北燕国君联姻，说促我大梁南北通透，两国兵势前线。我们与北燕一直存在着贸易，联姻可以把最后一道屏障给撕开，一切危机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而我有北燕支持，地位更是稳重如山，娘亲也不用那么辛苦的支撑。与北燕国君联姻吗？确实是个有效的办法。连你也这么认为吗？可我怎么舍得让你嫁给一个草蛮之夫，垂垂老朽？但这就是命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不在，这是你的命；但我在，就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这一天终于还是要来了吗，赵大人？当然，张大人怕了。我怕什么？我是怕你怕。那帮家伙可是在外面等着呢。改革科考这个事情一经宣布，已经引起轩然大波。反正我已经力排众议，让我国子监全力支持，但其他的只能靠你了。这不是少帝吗？还真是，微臣。属下。大哥二哥，今日咱们只是要规模，莫要带着身份。看来三妹对这个也很有兴趣。没想到这次要改革科考，竟然把这么多当代大儒都轰动来了。翰林院大学士秦钟，秦路书院张子霖，礼部尚书吕昌，北慈圣庄飞扬。这庄飞扬当年可是连续2次高中状元，但都拒绝入宫。大梁半数才人皆汇聚于此，还有南诗仙柳清风，他们的文辞风采我都非常喜欢。这次玩得很大呀，不知道赵大人该如何收场。本官赵灵，感谢各位大儒博士、世子达官贵人，今天来国子监听我宣布大梁科举改革一事。你就是赵林？您是？我乃翰林书院院长秦钟。一个黄毛小子竟然要宣布改革科举，你才读过几年书啊？就在那里满嘴放屁，你是要笑死我吗？你竟敢打我！我翰林院学子何在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翰林院院长区区从3品官职，竟然在我面前大呼小叫，以下犯上！老子是礼部侍郎，正3品，大你1级。我庶子狂妄！你又是何人？我乃岳麓书院院长张子霖。那你官更小了，只有4品，你也要以下犯上了？我和秦院长虽然官职不如你，但教书育人几十载，门徒遍天下，不乏达官贵人。你如此目中无人，
就什么都不怕吗？我怕个毛！我怕我就不会站在这里。改革势在必行，唯有礼部尚书吕大人的支持，以及少帝和陛下的允许，岂容你等放肆？我也只是配合赵大人而已。赵大人是主推动者，与我无关。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，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他当真不考虑后果的吗？别说吕大人同意，哪怕少帝是陛下，我庄飞扬断然无法接受什么科考改革。我柳清风也不认可。北慈圣南师仙都站出来了，还有我代表京城士子，不同意科举改革。什么文科理科，什么学好数理化，都不如《诗经》精义奥妙。我们不需要这些外门邪道，国子监遵循的是国子监的事儿，与我们无关。对，我代表岳麓书院不同意。哼，我代表翰林书院不同意。这赵大人怎么办？我就说没那么容易，现在看你如何收场。大人等着看好戏就成。爹，我们要出声支持吗？若现在出声，无疑引火烧身，静观其变吧。这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啊！三妹，你担不担心赵大人？这帮读书人骨子里还是有狠劲儿的，万一赵大人被他们激动给打死的话，恐怕会成为千古笑柄。赵林，也就这点手段吗？什么叫做哪怕少帝的意思，哪怕陛下的意思，你等都不同意？意思是要公然抗旨了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公然抗旨可是死罪啊！我们不是抗旨，我们只是无法接受这样无理由的改革，摒弃了我大梁优美的传统。若大人非要给我按一个抗旨的罪名，那就先杀我吧，我不怕死，愿用一身裂骨向世人昭示我的决心。庄兄如此豁达，那我柳清风也不甘落后，要杀就杀了我吧。当真以为我不敢杀？来人！使不得呀，赵大人，你若真杀了他们，事情可就大了。区区白身竟敢威胁朝廷，死不足惜，任何后果我来承担，给我杀！哼，头铁的家伙，杀了他们，事情必然朝着无法收场的局面发展。到时候上头为了平息天下文人的怨气，必然会把你当着世人的面千刀万剐。此二人公认违抗少帝旨意，等同造反。三司会审都审了，给我杀！有任何责任，我赵灵担着。住手！微臣拜见少帝陛下。赵灵，你推动科举改革，就这么推动的？少帝何意？科举是大梁的根，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。我虽然将此事交付于你，但也容不得你滥用权力，用血腥暴力的手段去残害文人。少帝殿下，您一定是受此人蒙蔽，才同意改革科举的吧？是啊，少帝，您要擦亮眼睛啊！这种乞丐出身的存在，怎么可能让他把手伸到这块来？这不是想让咱们大梁都乱透了吗？少帝殿下，我等死不足惜，但求死得其所。我们的心情是大梁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意志，还望少帝陛下给我们读书人一个公道。赵林，我虽同意你改革科举，但从此刻起，你不能使用一点暴力手段。若你无法说服天下人，那天下人如何服你？少帝英明。既然少帝都发话了，那我只能不杀你们了。哼，让你失望了。你莫不是以为你说要杀我们，我们就会屈服？但我们读书人的脊梁比你想象中的硬。我们今日天下读书人雅聚于此，不欢迎你这个乞丐，赶紧滚！滚呐！滚呐！你们脊梁硬，我想问为什么硬？凭我们满肚锦绣文章，墨染双袖，不与你等凡俗士子为伍，所以我们脊梁硬。也就是你们自视你们文采飞扬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吧？你别给自己找文雅的理解，你就说我这么粗鄙的解释是对还是不对？至少我们的文采
让我们跟你不是一个境界的人。你们都这么认为是吧？当然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今日便在此射泪。射泪？射什么泪？我一个人挑战全大梁的文人，诗也好，词也罢，你们全都可以来挑战我，无论是车轮还是群殴，来者不拒。你们听到他在说什么没有？他要挑战这里的所有的文人。他疯了，这个乞丐疯了。这是或许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大人，你看他，小人嘴脸，应该气糊涂了。佩服佩服，赵大人的勇气可嘉啊！入戏太深，自己都信了。哼，还单挑所有文人，随便找出一个，他这辈子都无法企及。你是认真的吗，赵林？你们还要叽叽喳喳到什么时候？读书人，文人墨客谓之君子，而君子一言则驷马难追。我话已经放出来，你们是接战还是不战？你要战我便战，不过如果你输了，你要如何？但凡谁能胜过我，科举改革之事我永远不提，而且我将立刻引咎辞职，终身为棋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但若你们任何人都无法胜过我，那你等大儒必须3跪9叩，孝敬茶水，行束修之礼，拜我为师，助我改革科举，任何人都不得再提异议。哼，拜你为师，你也配？就是，黄口小儿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意思是你们不敢了？你们的风骨呢？你们的骨气呢？还说我夸夸其谈，原来是一群没胆子的臭酸儒啊！你，好，如此这般，我岳麓书院张子林接了，我翰林书院秦钟也接了，我庄飞扬也接了，我柳清风也接了。我爷爷和张院长乃是当世大儒，无可厚非。还有词圣庄飞扬，诗仙柳清风，哪一个不是我大梁文坛顶尖？随随便便都能将他打得落花流水。我也真是佩服他还能稳坐泰山的勇气。难道赵大人的文采也十分出众？哼，我越来越好奇了。唉，何必自取凌辱？好样的！你们谁先来？还是全部来？哼，老夫最近有个对联儿，你若能答出，便算你赢。请出题。一叶孤舟，做了2、3个骚客，启动4桨5帆，经过6滩7湾，历尽8颠9簸，可叹10分来迟。就这，听好了，10年寒窗，进了9、8家书院，抛去7情6欲，苦读4书5经，考了3番2次。今年一定要中！打出来了！怎么回事？这就对上了？好像对的没毛病。爷爷，您轻敌了，怎么能出这么简单的对子？快重新出一个。下一个。哎，慢着！怎么，堂堂翰林院院长要赖账？我刚刚那联儿太简单了，我想重新出一。下一个。没关系的，爷爷，只要他输一次，他还是输，您只是大意了。我来，没想到你还有2下子，但这次我不会像秦院长那么轻敌，我也用对子。节约时间，速说。听好了，烟锁池塘柳，烟锁池塘柳，这不是翰林院100年未解之联吗？怎么拿到这儿？对不出他就输，而且愿赌服输，没有后悔的余地。五行林每个字代表一个属性，而且又能构造成一幅绝美的画卷，想对出来千难万难。哎呀，闹剧止步于此喽。烟锁池塘柳吗？
你听好了，炮阵海城楼。炮阵海城楼？什么？就这么对出来了？天哪，真对出来了！百年绝对，就这么片刻对出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他不就是个乞丐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不知道啊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呀！这对得十分工整，这连我都没想到。哈哈哈哈哈！赵大人又赢了。殿下，这赵灵竟然还有这本事，兴许是他运气刚好知道。百年未解的对子，岂是他说知道就知道的？赵灵，我与你朝夕相处一整年，我怎么觉得我才开始认识你？抓紧时间，加一个。哎呀，张院长，你还说我轻敌，你这……我也没搞懂啊，这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对了呢？哎呀，看来我们还真不能小瞧这位赵大人，他似乎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，看来不得不认真对待了。你就是那个号称诗仙的柳清风吧？天下人给的虚名而已。虚名？我看你还挺享受这样的虚名。我觉得不该叫虚名，虚伪更合适你。不扯淡了，出题吧。我等文人皆是高风亮节、高处不胜寒之人，你懂什么？你懂不懂我背负诗仙的名头需要承担多少？你知不知道我内心有多么孤独？你的孤独？那你可知我的孤独？既然你我都是孤独之人，那你我便在一炷香之内以孤独为题作诗一首，如何？如你所愿。我已经做出来了。这么快？对，就是这么快。这人似乎并非草包，说不定真能出诗。不过这么短时间，能出什么好东西？那行，你可以先吟你的，我时间充裕，我不急。柳兄，你可别阴沟里翻船了。我对自己的作诗能力还是有自信的。他这个人脑子转得快，之前国子监出了几道歪脑筋题都被他答对了，所以对对子应该也是他刚好擅长的领域。但作诗不一样，那得有底蕴、有情怀、有思想的人才能做出来的。他估计能做首打油诗就不错了。作诗的话，柳清风虽然年轻，但老夫也相当佩服。这取决于他从小经历。至于赵大人，哎，不提也罢。好了，诸位莫要讨论，还是听赵大人先吟吧。对，殿下说的是，咱们先听听赵大人能吟出怎样的诗，这说不定能让我等惊如天人呢。孤独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这两句开头感觉不错，我怎么有种不妙的感觉？好像真能出首好诗啊！这不可能吧？这不可能吧？大人莫慌，只有2句而已。孤舟蓑绿风，独钓寒江雪。赵灵，你的内心竟然已经古代到如此程度了吗？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此等诗词堪称千古绝句啊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诗来？是等你把诗词做出来，还是下一个？我输了。这赵灵似乎很厉害啊！何谓天才？难道说的就是赵大人？他竟有如此文采，一句独钓寒江雪，竟压得当代诗仙认输。你们都觉得我只是一个靠着答题逆袭的乞丐，都认为我毫无文墨，就对科举指手画脚，夸夸其谈。但如今事实摆在面前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还有我未出题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你就是一个词圣庄飞扬是吗？一首《采莲子》堪称我大梁传世佳作，连领国都有不少仰慕者。你知道就好，所以我要与你比词。好啊，比词怎么比？只要你能做出一首
能够超越我采莲子的词，我立刻拜你为师，并送束修之礼。高招啊！若临时作词，说不定真有那么一点几率让赵大人给临时抱佛脚赢了。但让赵大人现场做出超越那堪称传世佳作的采莲子，恐怕没有任何机会。可之前那个100年未对出的对子，不就被他对出来了吗？还有那首诗，奇迹不可能一直发生下去。怎么，你不会是怕了不敢接吧？刚才不是那么狂傲的吗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真要拜你这个乞丐为师呢，估计会把我张家祖上都气死。赵林，你已经证明你自己了，就算输了也没关系。殿下说的对，赵大人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我也觉得他挺厉害的了。如果真要改革，我倒是可以研究研究。既然你无心再战，那就认输，辞掉你的官职，安心当乞丐吧。谁说我认输？你的挑战我接了。那你倒是做，我也给你1炷香时间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有了。青玉案，袁熙。不会吧？他连词都……东风越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。一夜鱼龙舞，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，众里寻他千百度。黯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殿下，您怎么哭了？好诗。对，确实是好诗，而且我觉得赵大人这首诗是专门为您创作的。赵林，我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意，只是我无法原谅你的抛弃。母亲她也永远不会允许你和我更进一步。对不起，赵林，我们有缘无分。我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的心情，感觉读了一辈子的所谓锦绣文章白读了。今日无论是诗还是词，都让我见识到了何谓绝顶的存在。这样的人能站出来推陈出新，还有谁敢不服？难道我真的老了？完了，天塌了！我一定是在做梦啊！秦院长，咱们……彻彻底底的输了。学生庄飞扬，拜见老师。此乃学生出生时父母求的百家所，还望老师笑纳。学生柳清风，拜见老师。这是我家传玉佩，现赠与老师，还望老师不嫌弃。学生张子林，拜见老师。我愿交出翰林院院长之位。我愿交出岳麓书院院长之位。东西你们都留着。不，老师，我们是真心拜您为师啊。对，达者为师。我们不会因为您年纪小就轻视您，您已经让我们心服口服了。我们也是。完了，这家伙拉拢人心了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，老师。您真是高风亮节之辈，不但既往不咎，还如此……我们先前真的是太狂妄不堪了。既然你们愿意征我做老师，那为师便有一个请求，希望能够推动改革。我大梁需要更进一批新鲜血液。我也是喜爱文墨，但这不是断定一个人才华的全部。老师放心，我等定然全力推动科举改革。好，老师，我等几人幸得恩师，我们进一步说话。我等愿意倾听您的宏图。好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一个乞丐竟然有如此文采。现如今他的一言一行已然已被天下人所关注，影响力空前绝后。哼，我听说现在要拜赵林为师的人已经排了几天的长龙了，
拜他为师，竟然成了当下最热门的事情。三妹手里有这样的人，咱们兄弟俩距离皇位更远了呀。就这么放弃了？不放弃又能怎样？况且就算斗垮了三妹，还有大哥你跟我呢。二弟，你果然没跟我齐心。齐不了的，大哥，皇位只有一个。我也想得很明白，与其让你坐上去，或者三妹坐，对我来说似乎都差不多。而且大哥你北域兵强马壮，你若登基，我这个南王还坐得稳吗？二弟，我可以跟你划地而治，你当你的南帝，我当我的北帝，将大梁一分为二，但实际同属一国，如何？大哥真愿意这么做？当然，只要你愿意全力助我。算了，口说无凭，哪怕你我亲兄弟，我也不敢冒大不韪帮你做这种事情。你不相信我？这样，我可以写一道诏书，将南边划分于你，等成就大业时，你便能高枕无忧了吗？大哥，此话当真？当然，我这就准备诏书。最近辛苦你了。陛下，微臣何德何能？咱们可是老乡，你这样身份了不是？北域30万，南域15万，这45万兵权在老大老二手上，我始终不放心。这是当初先帝为了制衡你，才将兵权交给2个皇子的吧？你能猜到也很正常，所以得收回来。太师乃是3公之首，又是天下监军，得撬开太师的口才行，这样会容易得多。不可能，余春秋是老皇帝的人，他对大梁忠心耿耿，他不可能让大梁成为我的一言堂。而且谁知道他背地里在想什么？可若不是一言之堂，这些皇子心怀鬼胎，若许的皇位也必然坐不稳。哦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走一步看一步，若太师心有猫腻，我也绝不留情。你呀，够狠！余家世代忠良，身怀丹书铁券，免死金牌。我若动他，恐怕天下人都会诟病我，会对若雪造成极大的影响。所以我动他何事？让我来背负这个罪孽好了。母皇，赵林怎么会在您的寝宫？是我找赵大人聊聊天的，你二人何事这么慌张？陛下，北燕大军已经借寻人为由踏入我大梁防线。北王呢？北王奋起抵抗，损伤人马5万，但依旧难以抵挡，所幸战事暂歇。北燕派来使者，2国交涉中。赵大人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跪回去。巴彦，此乃我大梁少帝苏若雪，还不跪拜？哼，笑话！你们大梁要跟我弄这出的话，那就没有谈的必要了。大燕铁骑长驱直入，到时候谁给谁跪拜，还另说呢。你，大哥莫要激动，如今北燕大军势大，年幼小败其手，还是莫要激动的好。我拜？哼，不是殿下非要逼着我偿还半年赋税，我把这钱花在公事上，我会拜。朝廷没有单独拨款建造宫室吗？北王的意思，你是怪殿下了？我没说，你分明就说了。但大哥说的也不无道理吧？北域面对大燕铁骑，竟然还要被逼着还钱，就算公事上影响不到，但士气肯定也会，所以才……别这么说，少帝也是听信了某人谗言嘛，也不能全怪少帝。吕大人，如今赵大人门徒遍天下，有些话您可别乱说。哈哈，看来大家心知肚明，我又没指名道姓谁，南王爷也能说出来，那老朽只能倚老卖老了。对，就是指赵大人。赵林如今势大，朝廷中必然有许多人嫉妒，稍微挑起一点火线，必然会引起非常好的效果。大哥所言极是，那就趁着北燕使臣这件事情，把赵林处理了。我已经有办法了。你们少说2句，今日还有重要的事情。我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，大梁少帝，
如今我大燕与你们两国已经兵刃相见，现在战事暂停，你看是出个解决方案，还是说咱们继续打下去？如果我大梁示弱，若打下去，恐怕……殿下，您不用惧怕这些蛮夷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定身先士卒，和他们死战不休。大哥，我们都知道你不惧他们北燕，但实力确实有些差距，还是从长计议吧。对，还是别打为妙。三妹啊，三妹，看你如何收场。我刚才说的，贵使怎么决定？北王爷心真狠啊！为了敲诈自己国家，竟不惜搬弄是非。我北燕是打算入侵，但只是打算，还没入呢。总之，到时候我会故作败事，然后你趁机讹诈朝廷一笔，所到好处，我欺你三。这三层和白送有什么区别？我当然想要，不过，是不是还有附加条件呢？到时候你……形势不太对，赵林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有我。你想怎么解决？很简单，只要你们大梁能够赔偿，这件事情便停歇。赔偿多少？白银1亿两，粮草200万担，此事可歇。你狮子大开口，居然要这么多！殿下说什么你都不能同意。可若不同意，北燕打下来。八燕，你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。哦，这样啊，哼。可以，我打个对折，白银5000万两，粮食100万担，但有个附加条件。什么附加条件？我要一个名叫赵林的人的项上人头。赵林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说这样的话？此人妖言已经传到我北燕，甚至不少我北燕人才都想入你们大梁来拜他为师，所以我北燕大王已经说了，此人必须死。若答应这个条件，我北燕可以签订10年停战条约，保证10年内不滋扰大梁边境。10年啊！若我大梁能喘息10年，好处有多少，不用多说呀。难道真的要让赵大人死？虽然这能让大梁松口气，但这欺人太甚。若我大梁兵强马壮，赵大人，对不起了啊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冲着我来的呀！早说嘛！哦，你就是赵林呐！切，我还以为长了3头6臂呢，没想到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北王，你说对不起我，是承认你打不过北燕了？我没承认，但客观上，我们跟他们确实有点差距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。那还是承认你打不过了？你非要这么说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连北燕都挡不住，你还当什么北王？要你有何用啊？你，赵林，你大胆！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你竟敢说出口！不做北王，谁还有资格做北王？当然是有能力抵挡北燕者，才有资格做北王。我可是大梁皇子，你若仰仗的仅仅只有血脉，但毫无建树，这个皇子的身份亦没有任何作用。我即便抵挡不住北燕，但我这几年也是我来将他们牵制住，也根本什么都没有经历过，就想磨灭我的付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下你终于亲口承认你无能。你天子之下皆为臣子，若这臣子无法做好臣子的本分事情，那就换个臣子便是。父亲，你既然已经亲口承认你无法抵御北燕，那就赶紧交出北域的兵权吧。赵大人说就是我所想。大哥，既然你已经亲口承认无力阻挡北燕，那就麻烦你交出兵权，我会另选良将镇守北域。毫无征兆，毫无征兆，居然毫无征兆的就顺水推舟要收走老大的兵权，而且有理有据。完了，老大这是投机不成，把命都捉进去了。若成功让他们收走老大的兵权，那我恐怕就难了。殿下，北王应该只是一时失言罢了。赵大人用不着如此上纲上线。北域兵权若轻易从北王手里脱出，恐怕会引起动荡。老臣也这么觉得。臣附议。切，你们大梁人真有意思。
你们北王也算得上个厉害角色了，他尚且无法抵挡我们北燕，你们若换人，恐怕我北燕再无顾忌，定驱兵南下。我现在得帮他说几句话，不然这次不但捞不到好处，还白来一趟。这家伙也是，竟然被人将了一军，哎，太傻了。使者的意思是我大梁除了北王能和你们较量一下，其他人都不行了？哼，自然。你很了解我大梁吗？为什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感觉你在帮腔？我什么帮腔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不但这个外国使臣帮腔，连我们自家人也在帮腔。难道是我赵灵出现幻觉了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各位，赵林，你这么想拿我北域兵权，你拿走了，难道你就能抵挡北燕，就能让北燕不侵犯我大梁？我当然能，我当然能。听听，你领兵打过仗，你能解决北燕和大梁的千古问题。我若解决，你交出兵权。你刚才不是还在嘲笑我吗？怎么现在怂了？行，我答应你。如果你做不到呢？那就如你所愿，该赔偿赔偿。毕竟你都说了，顶不住北燕，我们除了赔钱又能怎样呢？另外，我这条命也一并搭上，这样能减少一半赔偿的款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只给你1天时间。你若解决不了，我亲手杀了你；若你解决了，我立刻交出兵权。行，但你得先写下文书，将兵符拿出来，交给一个中间人，免得等下翻脸不认。想得美！我可不会提前写什么文书，更不会交出兵符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我不会做这个中间人。朝堂之上，你可以选一个你信得过的，说赵林做不到，兵权还是你的，他的命由我亲自取，你意下如何？大哥，不如你给太师大人吧。太师大人两朝元老，又是百官之首，相信他绝对公正。赵林现在把我架在火上烧烤，我若不答应，恐怕此事难休。虽然他脑子好使，但北燕岂是那么容易乖乖听话的？豪赌啊，这是一场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军令状我已经立好，兵符我也已经交出。若赵林能完成，兵符和军令状便给他；若他完不成，那就由我杀了。其实老夫是不支持你这么胡乱赌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只能当个公证人。少帝殿下，微臣没有僭越的意思。无妨，太师大人，也有这个资格当公证人。北燕使者，现在由我接待你，请你随我来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随你来？你不来？好，雅公公，带到演武场。胡闹啊！巴彦可是北燕大夫，赵林如此对待大夫，不是要把两军的矛盾给激发吗？还是去看看吧。赵林，你们大梁人如此无礼，我回去之后一定禀告大王，铁骑直奔你大梁皇宫。哎呀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怎么能把使臣给绑住了？这是要把事情闹大呀！得赶紧去把使臣放开。赵大人思路一向很清晰，今日这是怎么回事？有点过了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他的办法，羞辱北燕使臣，这分明是更加激化矛盾。少帝，还是下令将使臣放开吧。赵大人最近发明了一个新武器，原来就是打算拉到北域去和燕国较量的。今日使臣既然前来，那正好可以提前给他们看看。武器？那个黑黝黝的铁块是武器？怎么可能？这东西看上去又笨又重，拿到战场难道是用来撞城门的？可是北燕是游牧民族啊，根本没有城门。到底是怎么用的？等下很快便知。
北燕大军直趋我大梁皇宫。对，你死定了！希望你等下还是这么硬气。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阿妈，我想回家。此物如雷似火，威力怎么如此巨大？震天雷。你想干什么？别胡闹，别胡闹！你说我这东西能挡住你们北燕的铁骑吗？挡得住，挡得住！我一定将情况如实向大王禀报。回去告诉你们北燕大王，不是我大梁不想打，而是打起来谁都落不着好。但如果你们还要滋扰我大梁边境，那便会有无数个这样的武器矗立在你北燕国门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本来就没打算立刻入侵大梁，是你们大皇子苏建，他说配合他敲诈你们朝廷一笔3千分，我才答应来的。你胡说！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？反正我话说到这里了，信不信是你们大梁的事儿了。行，送客。你们别搞错啊！我没有，那家伙只是在色厉内荏，想离间大家的关系呢。离间不离间暂且不说，但今日你北王的身份和你的兵权应该保不住了。北王无能，无力抵抗北燕，有失身份，从今日起消掉北王身份，降为县王，1个月内不得离开京城，1年内不得和北域任何将士接触，否则视为谋反。把我降为县王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又不是陛下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以为少帝2字是随便叫的吗？圣上不在，少帝的话便代表天子。没追究北燕使者刚才那番话的真实性，已经放过你，希望你不要不知好歹。微臣遵旨。太师大人，辛苦你帮忙做中间人，现在兵符和文书你可以给朕了。请少帝恕老臣反应慢。老二，太师大人，你们怎么走一路？原来如此，太师大人，您居然一直支持的是老二，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，你们藏得好深啊！哎呀，我的好大哥啊，你这次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如今我们还怎么对抗三妹？你竟然稀里糊涂就把北域都输了。还不是那个赵林，我怎么知道他如此犀利？不但如此，还弄出一个威力极大的武器，把北燕使者给震慑住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不晚。什么意思？你刚交出兵符，若现在立刻动身去北域，赶在三妹收回兵权之前拥兵造反，这真到这一步了？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，也是我唯一的机会。但赵林手里的武器……放心，我这些年秘密安排5万南军半城的百姓潜入了京城，届时你我里应外合。哼，女人掌正，成何体统？薛瑞也就罢了，竟然不顾我劝阻，强行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女儿。唉，该做个了断了。行，那我这就去动身。不对，我得乔装一番。赵林、苏若雪，等我回来，必将你们碎尸万段！你们什么人？赵林！大皇子啊，大皇子，原本想放你一马，没想到你真的会想跑回北域。打算造反，可惜被我逮住了。你连这一步都算到了，赵林，你好可怕！带走，押入天牢。希望老大一切顺利，不然这一局我们彻底输了。
苏建他更不想输，所以他必然会卷土重来。不用等他了，他在天牢什么都知道。赵林，你什么意思？他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老大呀，刚跑出城就被我带住了，而且不只是略微动了些刑，他就把你们全都供了出来，包括你老二将南域兵丁潜入京城的事情，你们3个人合谋造反的事情，也一并交代了。我是被老大逼的，这里有他写的文书，否则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你竟敢损毁如此重要的证据！不过，是你提前准备了一手保命符罢了，我完全没有兴趣。赵林，你为何能算得这么透彻？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？给我拿下！你们住手！老夫两朝老臣，以下谁人不知？老夫忠君爱国，岂会背叛大梁？小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爹他早就已经和二皇子串通，企图颠覆大梁政权。他人来往书信，我皆有记录。你竟然……对不起了，爹。为了保护余家，我只能做这个污点证人，不然以赵林的手段，即便你有丹书铁券，也保不住余家。走。赵大人，恭喜了。恭喜什么？恭喜你完成了自己的承诺。是啊，而且我的思想，我的弟子们已经继承了。我保护的这只雏鹰，也该让它自由翱翔了。你要走了，舍得吗？我会为你披荆斩棘，扫除一切阻碍。舍不得，也要走。赵灵已经为若雪扫清一切障碍了吗？这么快，替我谢谢他，顺便杀了。若雪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寝宫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抱歉，娘亲，我是来逼宫的。你真敢啊，若雪！我可是你娘，你竟然要逼宫！赵林为我做的够多了，我不许你这么过河拆桥。我是为了你好，你可知那个人脑子里的知识有多可怕？他若想要，你的皇位根本保不住，他必须死！不行，赵林是我的人，他是为我而来的，我的人就该我做主。娘，现在我掌握了所有兵权，还有御林军，以及你的护龙卫，都是应了我。您只有雅公公和他的暗卫，您什么都没有了。您也够累了，所以都交给我好吗？我的女儿终于长大了，终于有自己的想法了。如此，这大梁江山，我就能放心交给你了。诏书和玉玺早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迟迟没给你，就是在等今天。你们没人看到过赵大人吗？这是赵大人的信。傻子，我的承诺我已经做到了，也终于能松口气，所以该走了。我该继续寻找我人生的意义。你也该照顾好你的国家，无念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明明我已经原谅你了，你为什么要在最后走？去，给我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他！是，陛下。